大量美国 TikTok 难民投奔中国小红书，大部分是欧洲裔美国人，他们初来乍到，加上中国人还是有不少人有崇洋媚外情节，所以他们这些人一来到小红书就获得超级礼遇，大获点赞或订阅，这让已经入驻小红书的另一波老外，我称他们为土著老外，吃醋了。我们来看看两位吐槽的博主，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吃醋呢，还是调侃。不过我更倾向于他们是真吃醋，你们怎么看？哎呦，真的吃醋了！中国朋友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呀？我辛辛苦苦学普通话这么多年，努力分享中文文化差异以及作为老外在中国生活的真实体验，结果根本没多少人关注。然后 TikTok 被禁，难民入驻，你好，这是我的猫，喵，一天涨粉5万。Hello, my name is David， 我爱中国，点赞7万。甚至还有老外连话都不用说，晒个照片都有好几万的互动。哎呀，我不管，我才是你们的机器长外。网友朋友们，太不公平了！最近来了一大堆难民，给你们交了一些猫税，你们就给他们点赞、关注，谁才是对你们真心的好啊？我们咋就变成备胎了呢？咱一块汉语学到6级，咱一块拿到了5星卡，咱一块秋裤也穿了，推拿也遭受了，中国媳妇我也娶了，中国丈母娘我也有了，我们哪儿不如他们？难道真的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吗？那我也想当一回难民，我要出国，我要享受他们的待遇。德语媒体继续报道 TikTok 将被禁，以及 TikTok 难民纷纷转移到中国小红书的现象。小红书在德国的下载量确实也荣登榜首了，在英国也一样。看来这是目前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不仅华盛顿，我觉得整个西方现在都有压力，因为这些先锋会逐渐打破西方构筑的谎言。顺便说一下最新消息，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也就是说1月19日 TikTok 禁令生效，就看拜登本人怎么办了。咱们今天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 ，TikTok 禁令，美国的 TikTok 用户正在中国寻找替代品。来自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序在美国濒临关闭，只有特朗普能阻止这一切。与此同时，美国用户正在四处寻找替代品。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这可能是黑暗的一天，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们最喜欢的一款应用程序，最早可能会在周日从网络上消失。TikTok 最初是一个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后来成为一种全球青年文化现象。这就是乔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的初衷。该法律将在其继任者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前一天生效。中国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仍在努力避免即将到来的终结。主要理由是该应用在美国的运营完全独立于中国业务。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正在举行最后听证会，但美国最高法院迄今为止并不愿意采纳运营商的论点。如果该法律获得通过，字节跳动将面临2种选择：要么将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竞争对手，要么该应用退出美国市场。目前不清楚，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没有提出更多反对意见，周日究竟会发生什么？根据法律规定，第一步将是 TikTok 从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该平台，并不再向注册用户提供更新。然而，科技新闻服务机构 The Information 最近援引2位公司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称， TikTok 确实计划在周日完全关闭美国分部，届时任何访问该应用的人都只会看到一个弹出窗口，显示有关法律情况的信息。通过这一策略，该公司希望最大限度地让现有的 1.7 亿美国用户意识到美方禁令的影响。马斯克可能面临利益冲突，下一个转变可能就在第2天。唐纳德·特朗普近几个月来一再将自己定位为即将实施的这个禁令的反对者。最近他还宣布将立即发布行政命令，暂时搁置 TikTok 法案。因此该应用最早可能在周日重新上线，至少是无限的。尤其是美国2党的其他政治人物最近都表示愿意给 TikTok 一段宽限期。周日将受到数百万愤怒的美国年轻人的辱骂，这显然让华盛顿的精英们无动于衷。接下来的剧情可能会带来更多惊喜。中国目前有传言称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希望介入即将强制出售 TikTok 的谈判。据美国彭博社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党据说已经有了一个心仪的人选，作为这个美国版应用程序的新主人埃隆·马斯克。德国知识点评，这完全是西方人一厢情愿的猜测，字节跳动极有可能完全关闭也不会出售，因为美国想抢的是中国这家公司的算法。好，我们继续往下。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并没有考虑直接购买 TikTok， 而是让这位亿万富翁在该应用的出售过程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版本都只是传言。运营公司字节跳动将其斥之为子虚乌有。然而，如果中共党的领导成功的在 TikTok 出售的背景中牵线搭桥，那么将该应用与中国影响隔离开来的计划很可能被认为是失败的。此外，马斯克作为斡旋者会有利益冲突，因为中国是他作为特斯拉所有者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基地。而且，如果马斯克在收购和重组短信息服务 X 之后真的接管了 TikTok，那么，两个有影响力且容易被操纵的美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将落入特朗普的亲信之手。与此同时，即将关闭的 TikTok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启动了完全不同的网民互动。最近几天，一些使用 TikTok 的美国用户在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上创建了个人资料，特别是在类似 Instagram 的门户网站小红书上。小红书在美国的应用程序排行榜上排名第一。作为所谓的 TikTok 难民，据说现在已经有50多万。这些投奔到其他平台的人，现在发布了大量批评美国政府的言论。美国政府威胁要夺走他们最喜欢的应用程序以及有趣的短视频。与此同时，据说语言应用程序多邻国 Duolingo 的美国用户学习中文的人数激增了200%。中国的社交媒体受到全面审查。一位叫 Nowhere Nothing 的用户甚至把这场抗议运动称之为我们现代的波士顿茶会，指的是18世纪末美国独立支持者发起的著名反抗运动。这场运动揭开了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序幕。他写道，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你们的数据安全，但我们说去他妈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带到中国去，我们直接把它交给中国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革命性的时刻。中国的小红书用户在他们的平台上张开双臂欢迎美国难民，联合小组自发组成。中国青少年向美国人请教英语作业，而美国人则要求教他们零碎的中文作为回报。一名叫 Bree 的美国用户写道，我喜欢这样，他们禁用这个应用程序，因为他们认为 TikTok 在中国人手里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让大家转用真正的中文应用程序。TikTok 革命者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畅所欲言地反对自己的政府，但不能反对中国政府。中国的社交媒体受到全面审查，批评政府的内容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过滤掉，或者被国家网络监督员故意删除。没过多久，中国领导层就对小红书上发生的国际事件感到不安。The Information 报道称，该平台已接到当局指示，让中国公众看不到美国用户发的帖子。因此，美国 TikTok 用户的起义作为一场争取言论自由的英勇战斗，作用有限。更清楚的是，谁将最终从 TikTok 的斗争中获益，以及该平台现在可能向哪个政治方向发展，仍然是个未知数。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说只有特朗普才能阻止这一切？接下来是跟帖：只有特朗普能结束这一切。下一条评论：实际上，特朗普是唯一能阻止这种限制言论自由行为的顶级政治人物。继续往下，那么只有不到1%的美国 TikTok 用户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账户。再往下，谁主宰了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谁就主宰了社会。中共深谙此道，多极社会的反应。下条评论：任何手机上不再有 TikTok 的人都应该庆幸，因为他们的大脑需要处理的无稽之谈更少了。我们看跟帖：你来决定什么是无稽之谈，什么不是。再往下，
他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美国受到影响，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特朗普是否决定欧洲人使用哪个版本？谁拥有数据主权？好，我们再往下。可能我太老了，但我就是不明白这些应用程序有什么魅力。我们看本评论的最后跟帖。Instagram 至少还能让你影响话题。我使用 Instagram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它的政治内容为零，但有很多数字艺术、智慧的讽刺和幽默、游记，当然还有我的朋友们发布的内容。相比之下，脸书现在就像一个广告泛滥的右翼极端主义沼泽，在广告下面的评论里，而不是在我的订阅的群组里。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广告中的模特90%都是黑人，即使在面向德国市场的广告也是如此。难道这是要引发与种族主义者的互动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平台都归元宇宙所有，但似乎只有脸书在为德国打造。我的 Instagram 几乎完全以亚洲为中心，在脸书上看5分钟，在 Instagram 上看15分钟，晚上在微信上看将近1个小时的中国视频，比 TikTok 好看。我用的是我的中国账户。我还看到关于美国难民的报道，我想知道史翠珊效应是否在中国也存在。下条评论。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是周一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嘉宾，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好，我们看跟帖。他肯定早就像扎克伯格那样，并期待特朗普马上解禁这款应用。继续往下。据派对组织方称， TikTok 将花费5万美元举办就职典礼派对，以表彰那些帮助唐纳德·特朗普传播其竞选信息的网红们。派对定于周日举行，这是该公司从其中国所有者那里分拆出来或在美国被禁的最后期限。是的，特朗普99%会再次取消 TikTok 禁令。我还预计他能大大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毕竟他收到了中国的美元和选举广告费。下条评论。瘾君子就是这样，当毒品快用完时就会惊慌失措，而且还有攻击性。继续往下。令人兴奋，我猜特朗普会在1天后推翻这项法律，就像已经有人建议的那样，他不会错过被数千万美国青少年庆祝的机会。但用户的反应却令人瞩目，他们禁用这款应用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在中国人手里的，尽管它不是，只是为了让大家都换成真正的中国应用，这让我忍不住笑了。下条评论。美国只是嫉妒他们没有自己开发这款应用程序，他们还要求每个程序都留出后门，这是他们自己给的。继续往下。归根结底，禁止社交媒体的意义在于防止不受欢迎的观点公开化，当然还有假新闻和影响力等，会对人们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自动影响。然而，这种将人们排除在外的效果必须与影响归为一类，应该由人民来判断。在权衡可能的假新闻和公民的自由意见时，应优先考虑自由人的意见。再往下。换个中文应用就是革命性时刻？什么脑残？下条评论。特朗普在 TikTok 上有数百万粉丝，我不太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消失。继续往下。当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真正的原因当然是扎克伯格等人的游说，禁止一款只有部分中国元素的应用，结果人们却跑到了一款完全中国化的应用上。美国政府本身似乎也意识到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拜登已经宣布 TikTok 禁令终究不会实施。除此之外，中美用户之间的互动其实非常热烈，相互理解的时刻总是有利于长期和平的。好，我们看跟帖啊。基本上我也认为这很好，但中国领导层已经再次扼杀了这种相互理解。文章末尾说，现在中国人可能已经看不到美国人发的帖子了。下条评论。可以看到大多数美国人是多么愚蠢，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中国的影响，一个中国的平台被禁止了。美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跑到了下一个中国平台，从而走向灭亡。美国人不再值得被保护，他们想要被摧毁，因为别人做不到，
他们就自己做，愚蠢至极。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的评论又次证明，愚蠢的人总是以为别人是傻瓜，其实愚蠢的是这个德国人自己。继续往下，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找中国的替代品？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油管短视频或 Instagram 短视频？他们都是美国公司呀，而且都有数十亿用户。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把 TikTok 卖给反社会的马斯克，将使他有机会操纵美国的年轻人。就进一步破坏美国社会稳定而言，这将是北京政府战术上的一次成功。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